尤其是杨紫的出道之路历经风风雨雨，你对杨紫到底有多了解？我当然接受大家都特别熟悉，包括巨星在内的很多人都经常开玩笑说，我真的是看着杨紫这种不显眼的戏长大的。回顾杨紫基本上20多年的演艺生涯，我肯定观察到，她其实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漂亮小姐姐。因为她确实是个小孩子，所以大部分时候她都特别喜欢演戏，也很朴实的跟着爸爸进了团。她最初是在一个有孩子的家庭里演的，但后来由于某种资本的解释被取代了，这尤其是真正的批评。杨紫肯定是从小就遇到过这种真正的京城世界，所以她的生活一般都是直爽的，很大。而且肯定和她合作过的宋丹丹还说，她真的不够可爱，所以真的让她不要走影视圈的路。然而杨紫却不是，从各方面来说，这都是真正重要的，真正至关重要的。因为她有点喜欢表演，反对主流思想。尽管如此，这条街对于她来说真的有些难以以一种特别重要的方式漫步。就像宋丹丹所说的那样，在某种意义上演的足够精彩，肯定是有挑战性的。具体来说，杨紫在成年前吃了1吨，因为她一般都明确的在工作附近，所以她那个时候特别胖，拍摄后变得更健康，毫无疑问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挑战。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基本上没有酋长在寻找她拍摄惊人的电影。在她离开学校的那一刻，她明确的在长沙承担了一个其他人基本上不需要的重要角色。杨紫凭借出色的演技，大体上得到了当地高手的加持，而且还特意帮了她几次，或者他们是这么想的。数一数经过特别审查的欢乐颂，这确实是巨大的。邱莹莹这个肯定被全人骂的人，明明也是别人替别人决定的工作，真正与流行的思想背道而驰。实事求是，根本不是机会，杨紫能办事，既然这样，她不成，她就没有拍摄的余地，实在是记不住了。人群和资本以极其庞大的方式，她头脑清醒，她意识到在受到可观的金钱欢迎拍摄之前，她应该基本上致力于她的基本商业自尊。于是他改了青衣线，取了交通标志线，大部分是真的很大。于是他选择了青云志和龙珠传奇。尽管在传输后它通常不好吃，但它同样给了他一个非常具体的谈话水平，令人难以置信。考虑到所有因素，明亮的黑暗，在任何实际意义上，红色也是真正的红色。因此，特别是连续有节目要拍摄，更何况在2018年的年终远行中，杨紫总算不显眼地占了上风。她再次因一场真正重要的奇幻节目相密的梅扎而闻名，天空是从那里开始的极限。真正意义上的其他人以各种真正重要的方式看到了她，商业尊重。某些人普遍说她会就此打住，但在2019年春末，她却明确地直奔亲爱的爱，这基本上是非常巨大的。冲上极顶流，感觉好日子快要来了。因为男主的关系，新剧余生极近，请多指教。综合多方因素推迟，事实上，他甚至真的会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再次被删除。更何况，期待已久的青簪也因男主而不断交流。终于，名副其实的女心理学家被红牌罚下，网上却被枪杀和暂停，所以最后豆瓣评分只有 5.1， 缺乏到达传球的能力。真的，尽管主流思想算上现在大名鼎鼎的沉香木屑，它大部分也是被资本大举拍下的。转完之后，杨紫的颜值和演技也同样真正的低调了起来。就这样，杨紫的街拍偶区分是困难的，不管她是否特别有流量，她一般也被别人控制得很大。烈日当空真的没有正式宣扬，肖战被揭发盗墓节目火了。小说主创水平摇摇欲坠，国产顶级流量明星肖战既然真的完成了《我梦中的海》的录制，那么他真正的下一部影视剧肯定会脱颖而出，真的很关键。肖战和白百合将出演电视剧《太阳》，一定在我身边大都传闻，但目前预计8月至9月将开拍。同样，从实际意义上来说，
官方确实一贯表示，肖战的新剧《玉骨遥》从各方面来说都会在晚春假期播出，总体上没有进展。现在这分明让关心肖战的网友们分外焦躁，或者说他们大体上是这么想的。尽管如此，太阳与我还没有正式报道，而现在肖战特别有新的八卦，或者至少他将出演盗墓剧《幽灵路》。消息一经曝光，果然迅速上升到了热搜的最高点，毫不矫揉造作的引起了热烈的讨论。鉴于未揭开的设定，肖战基本上将扮演由张鲁一和周雨彤联手的英雄诸葛琴，一般会在12月在横店开战。正如《幽灵路》的故事蓝图所示，这部电视剧讲述了几前的皇家守望者接到一个特别秘密的任务，入侵至尊墓地修复团，杀死了前来的诸葛沁的故事。事实上，关于主人入口处的屠夫调查现实，这是一场历史性的生死棋局。该剧将大体上以幽灵路为中心展开故事，肖战将在其中明确扮演英雄，一个处于困境中的统治者。不过，看到这部小说的原作者马伯庸经历了2022年陈坤风起陇西全网热议的网友恐怕会担心剧情，但是他的代表作还有《古董局中局》和《长安12时辰》，看来这位作者水平有点不稳定。读者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肖战出演盗墓剧怎么样？